茶到7分满，留下3分起。中毒了，然后喝到了茶，然后把毒给解了。白茶因为它可以存放，它有那个存放的价值。我们有句话叫“1年茶，3年药，4年宝”。金骏眉的芽头它比较嫩，所以水温的话一般在90度左右。当我去茶山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茶园里面的那一刻，其实我可能不自觉的我就喜欢上这个东西，因为茶叶的品种有6大类，每年就是像汆茶那个季节啊，3月份是龙井，4月份就是那个福鼎白茶，5月份是武夷山的小种。很自然，我说我们俩去开个茶馆，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我们俩就开。万一他不是拉到我们家，拉到了可能别的地方卖掉都有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我会问我自己，我开的是茶馆对吗？我怎么就开成了麻将室？从良心上来说，我也不想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俩很用心的在选一款茶，我说我的理念就是要把我选的好的茶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就是我们俩开这个店开始了哈。我们俩就是因为喝茶认识。对，我们俩因为喝茶，就是我到他的就是茶馆里面喝茶。当时上班。对，当时呢他在一个茶馆里面上班，然后呢我呢就是茶叶进货啊之类的，都是问一个武夷山的朋友拿的货，就是因为
朋友之间呢，可能也觉得那他是武夷山的，那我们就从他那边拿货，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好，就这么经营着。然后直到开了1年多，然后店里面来了一个客人，他说你的茶不好，他说我的茶不好，就是没有那个味道。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说我们俩去武夷山吧，就想要直达那个产地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就是我的茶为什么说人家说不好，对吧？开始因为那边的人也不认识不熟悉，就是他武夷山的山脚下一大片的那种全是那个茶馆，就是你也没有什么头绪，就很好玩的，就是找了一个摩托车，就是一个摩的啊。我们说我们想要去那个景区，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景区了，就坐了一个摩托车，然后就去了。我们俩胆子也挺大的，就这样子结识了第一个这样的，等于是源头的茶农的那个原产地，因为他们家有茶山，然后发现他们家就是蛮传统的在做这个茶，然后喝了他们家岩茶之后，觉得那个茶确实挺好的。就是喝到了，就是我以往在我自己店里面进的这个就是没有的那个味道。他刚刚开始的就是一个泡茶的姑娘给我们泡的茶，然后我们俩喝着喝着就发现说你还有没有更好的茶呀？因为我妹妹还是很懂茶的，聊到这个很专业的话题的时候，老板就出来了。老板后来就是过了，现在我们比较熟了。他回忆的时候，他说当初他说你们俩是被摩托车拉来的。他说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茶叶的时候，我就不希望你拿很多呀，因为他说我要把这个利润呢给到那个摩的那个司机的，是这么一个。他说我好紧张，就是在那里跟你讲，就是你可以先去喝喝看啊，好了你再拿。就他不希望那天拿太多，所以我们俩还算是幸运的，就没有遇到。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是摩托司机，其实武夷山还比较乱的，万一他不是拉到我们家，拉到了可能别的地方卖掉都有可能。还有我觉得就是可能喜欢茶了之后会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啊，就像到那个福鼎，我们第一次去福鼎找那个，我们一直想要找好茶嘛，可能它中间有很多的岔路啊，就是我可能丝毫没有有一个岔路可能走错就走错了，对吧？但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就很悠哉的，后面全是茶山啊。对，但是就是我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有缘分，可能我说因为我信佛，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菩萨保佑的，就是我会找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没有经过很多的弯路吧，就很顺的就到达那一派，就是这个事情蛮神奇的。对，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拿出来说。茶的历史就是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还蛮悠久的。神农氏就是神农尝百草，就是我们有一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其中这个荼呢，说的就是现在的茶，就是他因为中毒了，然后喝到了茶，然后把毒给解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用茶当药，就是用来治病排毒的。到唐朝的时候，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种茶饼的前身。发展到了中国的宋朝，唐宋时期，就是到了宋朝了之后，那茶叶就是很奢侈，就出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点茶。到了明朝的时候，就是因为战乱，明朝的那个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就是把饼茶改制成了我们现在的散茶。这个的基础上，我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的基础茶类6大茶类，就是绿茶，然后白茶、黄茶、青茶、红茶和黑茶。每年就是像春茶那个季节啊，3月份是龙井，4月份就是那个福鼎白茶，5月份是武夷山的小种。就每年我们在那个的季节，我们就想着去茶山，就像金骏眉。好。一般的像这个盖碗呢是200毫升左右，所以我们用到4克的茶叶。
红茶就是第一步可以温杯烫盏，用开的水把茶具、把杯子先烫洗一下，然后把茶叶放到温热好的杯子里面，利用温热的杯子醒一下茶，让茶的香气散发出来。金骏眉的芽头它比较嫩，所以水温的话一般在90度左右。第一遍我们是洗茶，就是用90度左右的水温润一下茶叶，将润茶的倒掉，润茶2到3秒就可以。茶的时候我们一般用来洗，就是温杯子。接下来第2泡，冲泡这种芽头很嫩的茶，一般沿着杯壁，就是茶具的边缘部分注水，冲泡5秒左右。品茶的时候，我们端杯先闻一下茶香。像这款金骏眉有淡淡的花果的那种味道，比较自然、比较清甜的那种香。在我们喝茶的时候，就是用吸气的方法，就是把茶汤吸进嘴里，让茶汤在舌面上翻滚一下，这样子能让整个的茶汤瞬间的接触整个舌头，这样子茶的香气和甜度一下子在口里，就是在你整个的口腔里面，就是会味道就是一瞬间散发出来，你能感受到这个茶的香甜和浓淡的程度。我们在闻香的时候，可以闻这个盖碗的盖子部分，它的热的香是很这样。然后第2泡的时间可以稍微的时间长一些。我们第2泡在8秒左右，可以看一下这个茶的汤色，它是非常透亮的。那么第2遍的香气比第1遍要更浓郁。茶的味道滋味也是要更浓郁一些。第3遍我们在注水的时候，就是大概10秒。这个果香就很浓郁，就是第3遍的盖香，它的花果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比第2遍更甜一些。然后第4遍冲水的时候用开水，然后冲泡时间15秒左右。第4遍之后的每一遍就是浸泡的时间依次延长5秒左右。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茶，它是属于桐木关的金骏眉，所以像这个叶底的话，芽头都是根根分明的。因为像金骏眉的话，采的是就是春天冒出来的第1个芽头，所以它是很嫩的。
们在倒茶的时候讲究茶倒7分满，就是容器的7分满，留下3分，就是在茶艺里面就是茶倒7分满，留下3分情，就是亲情、友情和爱情。这款是福鼎的白茶，白毫银针。泡银针一般的我们泡3克左右。泡之前就是把茶具烫洗一遍，把茶叶倒入温热好的茶具，醒茶，杯温热一下，变温润茶，用少量的水让茶叶温润一下，然后快速的倒掉2秒左右，然后能闻到一股清香的味道已经散发出来了。像新的白茶可以冲泡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因为新茶比较清淡，在5秒到10秒左右。烫洗茶杯，茶汤比较清淡。这个茶汤就是很清香、很清爽的，有青草气息。然后入口的话，像米汤一样很纯滑。第二点，水温95度左右，浸泡10秒。然后白茶冲泡了之后，它的芽头是很肥沃的。第二遍的茶味会更浓郁一些，滋味更厚重。第3遍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些，15秒左右。之后的每一遍依次延长5秒时间。像白茶，福鼎的白茶它是有3个品种，这个是白毫银针，第一天就是长出来的第一个芽头叫白毫银针，然后采完银针之后，再采就是一个芽2到3个叶子，就是白牡丹，然后第3次采的时候就全是大叶子，就是叫寿眉。这款是那个福鼎白茶的老寿眉，像这个是2015年的茶，然后现在我们拆一块下来，像老白茶适合用陶壶来煮，我们拆一块下来煮，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像新的寿眉呢，它是绿色的，像这款放了有6年时间了，所以它的颜色其实已经转化为茶的那种褐色了，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然后我们从上面拆。白茶因为它可以存放，它有那个存放的价值。我们有一句话叫“1年茶，3年药，4年宝”，就是它越放，刚开始是茶的味道，然后它放着放着，它那个茶叶里面的矿物质的东西，它会随着它的时间和它自己的转化出来。它3天和晒7天的差别不大，新茶的时候，对，但是后期的差别会很大。对，然后过了个3年之后，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水沸了之后，我们把茶叶投进去。像这个壶的容量会比较大，它是2升的，所以我们投三大块，大概在8克左右的白茶，然后放下去煮。然后煮5分钟左右。
5分钟左右煮出来，它是金黄透亮的颜色。煮的时间越长，汤色会越浓郁一些。像这款6年的茶，它有粽叶的香。龙井我觉得早上喝最好。对，早上8、9点的时候。对。第一步，我们还是温杯，把杯子稍微烫温热一下。那龙井的茶水比呢是1比50，所以像200毫升的杯子，我们放4克左右的茶叶。先倒1/3的水，温润一下茶叶。温润好的茶叶可以摇香。清香的气息已经散发出来了，我们可以闻一下醒茶的香。然后沿着杯壁慢慢的把水注进去。那我们的水温是在85度左右最佳。因为绿茶我们喝的是它的鲜爽的鲜味，所以水温相对低一点，能把它的鲜味发挥到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像冲泡龙井的话，水温是85度，可以泡个4遍，就是我们可以加4遍水，然后每一遍的水温都是85度左右，就可以，芽形很好看，就是它一芽一叶的这种状态，在杯子里面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家没有麻将，只有喝茶。说到这个事情就可以说一下。是的。第1年的时候我们有麻将室，然后刚开始是1桌麻将，到后面变成3桌麻将，然后生意非常好，你就从早忙到晚，然后我们俩就是要等到12点嘛，然后第2天就要可能7点就要来，就是也蛮累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我会问我自己，我开的是茶馆对吗？我怎么就开成了麻将室？就是茶文化完全没有了，就是那一刻啊，就觉得2个人没有精力去放在茶上面，就是我没有想法去想，就是我可能研究茶的这个东西。妹妹说，我说这个事情不对的，就这样开下去，我们可能开成很大的麻将室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开麻将可能生意会很好。但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对吗？然后那一刻我跟我妹妹说，我说这样子，我们把麻将全部送朋友送掉吧，我们1个麻将都不要留。我说我们开始做茶，就一心一意做茶，只有茶没有别的东西啊。然后我妹妹会给我一个疑问，她说你一下子把这个麻将室卖掉了，你没有客人，可能你房租付不出来，你会不会房租付不出来，对吧？她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说如果说你有了麻将，可能喝茶的人他不会进来。我说那个是需要有个过程的啊，对吧？但是我说你相信我，还是会有一些人喝茶的。你就给他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哪怕一天就只有1桌客人，但你就让那1桌客人享受安静的环境。我说他会来，那你给了他这样一个环境，他可能会带到他身边的这个朋友过来。我说最后我们会是我们依然可以就是状态一定是会比麻将更好的，然后会吸引那些爱茶的朋友过来。好，然后很果断，就是我跟他商量了一下，我们俩都是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商量一下之后，我说好，第2天我就微信圈上发一下，我说谁需要麻将我送。
好，然后他们就是2天时间，我就3个麻将我全部送掉了，就免费送给你们，谁要我就送给你们。好，然后送掉了之后，1个月的时间就都是喝茶的客人。就我本来以为可能3个月都没有流水啊，结果不是这样，还是有喝茶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老板娘在你这里喝茶，我觉得挺安静的哦。但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挺欣慰的，我觉得那我就是个茶馆。有些人说，老板娘，我放个红酒在你这边，你帮我卖卖啊。然后我直接就一口回绝，我说我只做茶，跟茶相关的东西，你比如说紫砂壶之类，因为它可以泡茶的这种器具，我说那么我们可以有合作，但是酒跟这个茶是不相关的啊。我说，人家会觉得我，因为我觉得我很用心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把精力花在了那个茶上，我没有精力去研究红酒。我可能要红酒，我可能还要直达红酒的产地，我去研究红酒，因为我觉得我做事还是想要一心一意很专注的这么一个人。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做这个红酒的，所以我说那不好意思，我可能做不好你那个酒，所以我会回绝。所以只要跟茶不相关的东西，人家会来推销说在你那边放下卖的，我都是一口回绝，就是不给人家任何的这种余地。所以导致到现在为止，就我们家只有茶没有别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对的。淘宝店淘宝店它卖的东西很便宜，一款茶它从采摘到出来一款成品，如果你按照传统的工艺这样做的，它的成本远远不止像你网上说100-200块钱1斤的那个茶，它做不到。然后你说我开个店，我有房租这些东西，我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利润的，但我的利润并不是暴利，我就是很正常的那个利润，对吗？你淘宝的话，你每年其实像那个房租一样，它淘宝店它也是需要有垫付费用的，但是我又要做高品质的东西，我在淘宝是卖不掉的，除非你像那种就是不是喝的东西，不是吃的东西，那可能它有一定的市场，就是小商品。淘宝来说，它200块钱1斤的茶，我的这个茶叶的这个成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茶农一天一个茶农的成本就是500块钱，他一天5斤湿茶只做1斤干茶，就光那个采茶的这个茶农的费用就远远超过了他了。我打个比方说，那个福鼎白茶，它正常的工艺做出来，它一定是需要那么多的，就是工序啊、手续，需要那么多时间。它可能一款白毫银针，它需要1个星期，就这个是很传统。因为银针我们采下来之后，要背光晒，就背着太阳光慢慢的晒，它才会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像有些人他可能3天就出来了，但你刚刚开始喝的时候，你觉得它那个味道还可以，就是说本质的可能香气什么晒3天和晒7天的差别不大，新茶的差别不大，对，但是后期的差别会很大，对，然后过了个3年之后，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就我们会去采茶，跟着茶农一起采茶，那个鲜叶采茶闻一下那个味道，你会觉得很舒服。今年杭州3月17号我去了杭州，我在那边待了1个星期，头芽的茶我说我等到凌晨1点，就是等茶农把这个茶做好我拿走。每年我都是跟这边的茶农叔叔阿姨年纪很大了在那做茶这样子去拿到了这款好茶。所以我不知道他淘宝上那个的茶它的价格是怎么来的，那我会质疑它的品质，就是我不可能会去做亏本的生意，我不会做，我可以少赚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会做亏本生意。所以淘宝我不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那如果我给你价格便宜的，我要赚钱，就像我说的，有些人做的一些可能他会添加一些东西啊，他去把这个就是加工的时间缩短呀，那他的成本就缩短了，那他的品质就不好，那就从良心上来说，我也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很小的时候也会过年的时候会走亲戚，到亲戚家是的，会泡一个红糖水，可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一杯红糖水然后给你喝，就觉得挺开心的。过去像父辈他们对于茶的认识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一个生活的日常的那种必需品。然后像现在的人，因为生活条件的话会
比过去要好很多，所以人可能在物质满足的条件下会追求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就现在喝茶就是琴棋书画诗曲茶，就上升到了一个文化的境界。但现在就是你说你去一个朋友家，会去一个公司里面啊，那人家就那么一整套的就是功夫茶，基本上都有了，对吧？各种茶，一些老板也会说，哦，现在什么茶，就是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工作的场合，人家也会用这个茶来招待。所以其实我觉得茶文化，可能中国的茶文就是这么在推广着，千家万户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东西了。尤其是各行各业啊，做生意的一些老板，其实因为每个老板都会遇到一些压力，但是为什么最终人家会选择茶馆？就他的概念，茶馆可以静心，他在他的生意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会愿意到这边来喝茶，我们俩会跟他聊天，就他会很享受这样的环境，就是我会跟他讲，你就暂时忘记一些这种就生活中那样一个事情，你就琐事，你就静静的喝一杯茶他们会很喜欢。然后在这个过程会认识很多的朋友，就是你随着这个店的推移啊，就是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因为有茶结缘这么一个概念，你总会遇到一些跟茶就是喜欢茶的这个人，他会有一天可能就走到你这个店里来，就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你也说不出是为什么哈，就是感觉很奇怪。可能有些人你见一眼，可能觉得就见了一眼，但有些人你见了你就想跟他做一辈子的朋友，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志同道合想法一样的。我们俩很用心的在选一款茶，我说我的理念就是要把我选的好的茶分享给我身边的人。每年11月15号有一个岩茶的建会，就是他们斗茶大赛，全国各地爱岩茶的人都会去，就是那个斗茶大赛，那个场面就是它是10泡茶，都是5000一斤的，5000以上，就每家都会把他们家做的那个好茶拿出来，就是斗啊，就是我要评